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上一个视频我们介绍了汤包，而且各地不同，种类繁多。这个视频我们来做小笼汤包，它是一个混血儿，一方面结合了江南小笼馒头的松软和小巧，另一方面又结合了中原灌汤包的多汁和薄皮。它的特点就是精致，是面食里的大家闺秀、千金小姐。这个千金小笼包对于它的3个要素皮、肉、汤都很有讲究。第一个，薄而不破的皮不但要韧，而且要软。关于擀皮的细节和技巧，你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。第二，它的肉既要松软又有弹性。第三个，它的汤是鲜而不油，而且必须要对你的胃口。如果你希望做出正宗的小笼包，就需要花3天的功夫。每一个步骤我都会介绍一个简易的方法，当然姿色就要逊色一些。第一天我们来准备汤，汤的味道一定要你喜欢，通常用猪或者猪和鸡的混合，汤还要能够凝结成固体才能够入馅。相对最简单就是做猪皮冻，油管上我很喜欢西安李姐用蒸的方法来做，晶莹透亮。如果你希望汤更香一些，那就用猪骨，带骨髓的筒骨或者是带皮的猪脚就是很好的选择。猪骨用冷水浸泡，可以排血水去腥味，大约需要1-2个小时，中间可以换几次水，再用冷水大火煮开滚10分钟。除了把血沫洗净，还可以去掉一些大块的油脂。这个时候再加入酒和冷水开始熬汤。汤要煮得浓而白，就要用大火，上海话叫得得滚。反过来，如果在别的情况下，如果你要炖清汤，那就要用小火。用高大的锅来炖汤，可以上下循环。再次撇去浮沫后，加入生姜和香料。如果想多放几天，就不要放葱。香料只要去腥，看你有什么用什么。我用的是白胡椒和香叶。熬骨头汤的时间大约是3-4个小时，中间需要加几次沸水。如果只用骨头来熬，最后的出汤量大约是骨头的1半。用猪脚和骨头一起熬会更好，如果没有也可以加一些猪皮。猪皮也是要用冷水把它煮开再洗净，再次把里面的油脂尽量去除。表皮拔毛再刮一刮，切成小粒，再用热水把它洗干净。再次煮开后，一起把它并入骨头汤。只用猪骨、猪皮、猪脚来熬汤也可以，或者全用。猪肉增香，如果你希望更鲜，那就加鸡。最鲜的就是骨头、鸡架子，还有就是带皮多的鸡翅、鸡脚。同样也是用冷水出一次血水，然后洗净，再放到锅里一起熬制。这里熬制的时间和汤的浓度，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。材料的比例多，皮多，骨多，那就熬得快。从熬大骨头开始，大约3小时，我就逼出了第一批汤。接着加沸水，不要让它降温，继续熬1个小时。所有的骨头和肉都酥烂了，再把汤逼出来。冷却之后放入冰箱。第一天大功告成，汤就做好了。第二天鲜汤变成了固体，先把表面的油给它去掉。如果你的汤煮得很浓，它的颜色就比较深，质感更像是肉皮冻。这样的汤冻放在汤包里，吃起来更加香浓。汤如果稀一些，只要呈奶白色，它也可以成冻，那它喝起来味道就清爽一些。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稀一点的汤冻。如果你觉得做这个鲜汤冻太麻烦，当然你也可以做猪皮冻。如果你觉得做猪皮冻也太麻烦，那你可以看到我视频的最后有一个简易的方法。当然这个千金小姐的姿色就要调一些。今天是第2天，我们要做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准备馅料，然后把它冰冻1晚，目的是为了让肉末和汤冻可以结合得更好，包起来比较方便。
关于肉的选择，既然是千斤小笼，那也可以精致一些。做肉包子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会用梅头肉或者是五花肉，因为它的肥瘦比例比较合适。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小笼包的肉吃起来更有弹性，那其中瘦肉的部分就需要用腿肉。有的厨师喜欢用前腿的夹心肉，有的厨师喜欢用后腿肉，都可以。肥肉的比例大约是 30%， 可以增加香味。最好的部位就是背标，先切后剁，看着麻烦，其实也挺快的。你当然也可以买绞肉或者用其他部位，那这个千斤小姐就变成了800斤的小姐。肉和汤冻的比例我觉得也可以随意，我用的是1:1。肉剁好之后，把等量的汤冻也剁成小粒。现在来给肉馅入味。说起调味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用的调味料是盐、糖、白胡椒都是1%，生抽酱油2%，然后把它搅一搅，拉出丝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生姜水，一方面可以去腥，另一方面还可以把肉打上劲。水的用量也是可多可少，因为我的皮冻是100%，所以这里的水我用了20%，分3-4次加入，每次都把它打上劲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油来锁住水分，大约3%，再加入等量的皮冻，用手把它充分拌匀，摇一摇就能感觉出这个肉馅的弹性。把这个肉馅密封好，放入冰箱。现在来做第2天的第2件事情，揉一个冷水面团。上一个视频的大汤包用的是中筋面粉，我也试了一下高筋面粉，吃口更加筋道。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千金小姐的脸蛋又滑又嫩，那就可以用意大利的 Double O 面粉。Double O 的特点就是它磨得特别细腻，面粉摸上去就像爽身粉一样特别滑。我想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面粉，只是起的名字不一样。冷水面团讲究的是筋性，为了增加筋性，可以加1%的盐。用的是室温水，水量是面粉的50%。关于冷水面团的特点和特色，你可以看我的冷水面团视频。关于和面和揉面的具体细节和注意事项，你可以看我上一个汤包皮的视频。面粉成团之后，休息5到10分钟，再开始揉面。当你在休息的时候，面粉和水在忙碌的结合，那等你再去揉面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。小笼包是面食里的千金小姐，它的面皮格外的精致，这个皮又要薄而不破，又要筋道，那就要3揉3醒。再啰嗦一句，具体的细节你可以看我上一个汤包皮的视频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揉5到10分钟，醒面5到10分钟，再揉10分钟，醒10分钟，第3次揉10分钟，醒20分钟。每次揉面之后的醒面都是你在休息，面粉和水在结合，面筋网络在沉淀，在成型。如果你看过我上一个视频，你就知道方向也很重要。这一切的细节都是像在织布一样来织面筋网络。面筋网络织得好，皮才能擀得薄而不破，还有韧性。如果说做包子皮是在织毛衣，那做小笼包皮就是在织真丝绸缎。在冰箱里放1晚，质地会变得更加细腻柔软。终于到了第3天，也是小笼包完成的一天，我们来揉一个发酵面团。发酵面团取其柔软的特性，和带有韧性的冷水面团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半酵面团。这个发酵面团可以揉得硬一些，用面粉质量 55% 的室温水，加 1% 的糖和 1% 的酵母。根据你所处的环境，室温越高，湿度越大，发酵的速度就越快。比较容易人为来调节发酵速度的就是增加酵母和糖的用量。如果你着急，可以把糖和酵母都增加到 2%， 但是不要再多了。
发酵面团要有弹性，而且不粘牙，关键也是要揉面。关于发酵面团里的缘由，我也有专门的一个视频。发酵的时间大约是2到3个小时，但主要是看体积，发酵到1倍。如果你想试验一下这个发酵面团是否有足够的支撑力，也没有发过头，那你可以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如果四周稍稍塌陷但不反弹，那就正好。然后用拳头压一压来排气。排气的作用一方面是方便制作，另一方面第2次发酵的气孔会比较均匀细密。说是半酵面团，但未必是一半一半。发酵面团用的多，小笼包皮的口感就会比较软。冷水面团用的越多，汤包皮就能擀得更薄，但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会硬。第1次做，你可以用我喜欢的口感，用1/3的发酵面团和2/3的冷水面团。我们来称一称，切50克发酵面团，再把漂亮的冷水面团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切100克。把2个面团合起来，最后我们还要用压面机。压面的窍门也请你看我上一个汤包皮的视频。终于我们的半酵面团做好了，最后还要醒面20到30分钟。上一次做的大汤包我用的是15克的面剂子，鼎泰丰的小笼包用的是5克，我最爱吃的上海家家汤包用的是5到6克，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6到7克。从搓条到擀皮，现在看起来都那么的轻松，这也是在汤包店里老板要让你看到的，但是一切的光鲜都有它辛苦的背后。剂子做好之后一定要防止变干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一个塑料的口袋里。擀皮的技巧你也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，剂子越小擀起来越要灵巧，选择的擀面杖也需要小巧一些。皮子中间厚，四周薄，直径大约9到10厘米之间。这张皮子是7克，我想包2倍的馅14克，一共21克。如果你是第1次包汤包，最好看我上一个视频，里面有很多细节，而且光说褶皱的数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必须要跟剂子的大小连在一起。剂子越大，褶皱的数量可以越多。剂子如果小，你可以从12、14个褶皱慢慢往上增加。当剂子变小的时候，收口就变得特别困难。这里你可以注意一下我左手的大拇指。关于收口，上一个视频我说可以开可以合，但是做了多以后，我就喜欢把它合起来。为什么要合起来呢？因为它不漏气，汤包鼓鼓的，特别的诱人，而且还保温。但是要把它完全密封的合起来，难度是比较高的。就我现在的水平，看起来是完全合起来了，但是如果四周沾一些油，它就还是会漏气。如果能不漏气，那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漏气了也没有关系，反而像开封的灌汤包，提起来像灯笼，放下来像菊花。既然是金贵的千金小姐，最好用带盖的竹蒸笼，防止滴水。小笼包一定要现蒸现吃，火要大，气要足。蒸制的时间和小笼包的大小和汤头的比例有关，大约的时间就是1克面剂子蒸1分钟，我用了7克的面剂子，就是蒸了7分钟。如果是10克到15克的面剂子，还是蒸10分钟就够了。视频已经很长，你也跟着我折腾了3天，到底你自己愿不愿意尝试？是不是反倒变得犹豫了？
我的生活中有一个很特殊的朋友，各种才子头衔就不说了，骨子里就是整天想着玩的美食家。借着他在文学城上对小笼包的评价，看看我能达到几分。小笼包要和打太极拳一样，松、活、弹、抖，整体要松，肉馅要活，面皮要有弹性，提起来一包汤要抖来抖去，马上要破的样子。吃的时候要轻轻提，慢慢移，缓吸汤，细嚼皮。最后再介绍一个简易版的鲜汤冻，就是用罐头鸡汤加上 agar 又叫洋菜，它是一个海藻类食物，通常用1:6的比例和水分结合就能够结成固体，既可以用它来做汤冻，也可以用它来做甜点。它会给你省了不少时间，但是味道就要差了一些，1000斤小笼掉500斤。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做小笼包，为了避免手忙脚乱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如果你现在还在看这个视频，谢谢你的耐心。下一个视频我来做自己更爱吃的生煎包。